连庄男子排球队的主场周啦。那我现在呢，我要玩一个小游戏。在玩小游戏之前呢，我要跟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是不是有一个杯子。刚刚画面上一直出现的杯子，要怎么得到呢？不用买，免费的，只要追踪我们龙脉建设的 IG， 就可以到我们前面的摊位拿这个杯子哦。那我现在手上有3个有我的温度的杯子，我来举3个小题目，看谁知道我就把杯子送给谁。第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在台中台湾体大体育馆是哪一个球队的主场周呢？我数到3哦，3。哦，来那个白色衣服的妹妹中分，没有，就是你，你不要回头，对对，就是你。连庄没错，好，我等一下拿过去给你这个杯子。第二题，请问一下，我们连庄男子排球队的队长是叫什么名字呢？来哦，非常可爱的一个队长，我数到3哦，1、2、3。最上面那个女生。张云亮吗？没错，就是张云亮。好，第3题我给这边的黄色的机会，请问一下，我们企业排球联赛今年来到了第几年了？这个有点简单吧？我给大家一个提示，1、2、3，好，就是你了。20年，没错，我们企业排球联赛就来到了20年了。好，那我等等就把礼物送过去给大家。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我们的客队的球员，请大家不吝啬给他们掌声。首先，彰化3大有限，1号林玉义，3号陈玉玲，5号陈恩德，7号陈介廷，10号冯品恒，11号陈义安，12号许敬凯，18号张廷汉，19号柯宗福，30号赖建豪，33号庄子玲，66号邱义祥，77号吴国强，88号钟炳华，执行教练邱金志小姐，教练黄建伦先生，教练林志勇先生。好，紧接着我们的主场球队要出来啦，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看向大荧幕，一起来看连庄出场影片。好，大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手汗擦干净，他们要登场喽！帅气的男子排球员，他们要出来喽！首先，我们欢迎3号的柯凯杰，4号帅气的庄泽玉。球员进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点尖叫声哦。来，再来是6号的吕江耀凯。8号的施宗玉，再来是我们外援9号施郎，大家是不是拍的有点累？那我晚一点，等等，还没哦。来喽，我们的明日之星，我们新进球员10号高伟成。没错，就是这个尖叫声，不要停哦。下一个是美男子11号吴宗轩，
再来又是更帅气哦，一个比一个还要帅气。13号林冠中，帅气的结束了，现在要来可爱的14号吕听彤。没错，需要你们的尖叫声跟掌声。再来是15号当完兵的帅气汪秉勋，很好，他协同了我们的队长张云亮，我们也一起给他们掌声。虽然我看不出来他们在干嘛。好，再来是我们的18号黄千旭，以及我们19号美男陈冠明。哎，是不是还有一位没有登场？最后我们压轴登场，我们的20号宋博平。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连庄男子排球队的大家长连华荣先生。再来我们的执行教练林丰庆先生，我们的教练简伟伦先生，以及教练吴兴汉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借用你们的双手，一起给场上这两队一个最热情的掌声。那两队致意一下，谢谢大家。那我们待会呢，精彩的比赛就在后头，谢谢大家。
所以现在排球的观众，大家午安！企业排球20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11月3号在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体育馆，那进行的是连庄对彰化三大有限的比赛。连庄今年的开季虽然说第一场败给了屏东台电，不过接连后面连赢3场，3胜1败的成绩。那彰化三大有限在前2周都没有赛程，一直到这个周才在连续的2天的登场。那昨天输球，不过越打越好的感觉，今天直接要来挑战连庄。那现场是邀请到的是洪庆，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大家好。目前的态势，当然连庄还是有相当强的战力。那三大有限。我们在今年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状况，这种学生球队需要磨合，就看他需要多久时间能够慢慢的打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队形。是，但是我们虽然说彰化三大有限昨天是以0比3落败，但是我们看它整体的这个内容跟所有的数据表现，其实都一直都在进步。所以我觉得第一场比赛可能没比赛还在找感觉，那我觉得他们也要自己想办法激励自己，赶快进入到这个球赛的这个氛围里面。在整个赛程的安排上，前2周都是看别人做戏，那今天换到自己啊，那今年对整个三大有限来讲，当然我们在之前也都曾经聊到过，在整个举球的部分，今年原本的这个陈介廷在屏东台电当自由，那今年就真的回到了整个彰师的体系三大有限。那当然原本的这个主要的攻击手队长啦，那还有的原本的这个举球啦，还有吴国强啦。还有像陈恩德都还在，所以说就整个战力来讲，其实落差应该是没有什么落差了。对。那当然，在整个连庄的部分，这2天的状况也在举球也做一些调整，其实也都慢慢的有在提升上来的感觉。是，虽然说昨天他们在比赛里面是用庄哲玉，包含像今天也是一样先让庄哲玉在场上，但是昨天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一些状况，就是说在跟攻击手搭配上面好像没有那么的一个顺畅那当然。我想连庄的攻击手都本身的攻击能力都非常优异那面对到说举球员给的球不是那么舒服的状态之下，他们应该也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攻击的技巧，或是说助跑的这个方式来想办法把这个球打好这样。我昨天在听这个伟成在访问球员的时候，我看到球员大家聊到也都是聊，就是现在最大的这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让举球的搭配能够再顺一点点好，我们现在看两边今天的先发名单的安排，在连庄的部分。今天的先发的举球还是庄哲玉那举队吴宗轩，然后呢，在攻击手的部分，中间是汪炳勋，还有6号的吕张耀凯，那主攻手施朗搭配的是高伟成，那吕庆宏跟张云夏2位自由，这是在连庄的部分。在三大有限的部分，今天排出先发举球陈介廷，那举队是陈恩德，陈恩德是近况最好的，那中间赖建豪，还有是3号的陈玉玲，那在主攻的部分队长庄玉玲，还有18号的这个张廷汉，那基本上。邱敬凯跟邱义祥，许敬凯跟邱义祥是2位自由。好，队形上来讲，其实两边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动当然，对连庄最大的变动是举球，对三大有限来讲也是举球。是。而且我觉得陈介廷真的是全能型的球员，大家不要忘了他上个赛季是在屏东台电担任自由球员的身份。好，比赛要正式的开始，陈介廷先发球。哇，这球硬是包回来飞出去，真的已经是这个飞行距离算远，真的是救不到。是，哇，这个镜头漂亮，哇，滑行大赛。不过我通常看到的滑行道是宝宝滑行。是。不过阿亮有这个非常有这种童颜这种童颜感觉起来也是蛮像宝宝的好，这一球又救起来，修正4号位吴告坚，哇，踢到大铁板，庄子还是狠狠的想要 K 不，这个球其实修的不错了，是不好好打也真的有点可惜不过实在是对手的拦网真够密，对，路线太过于单调，所以对手的拦网也比较好去掌握。吕江耀凯真的跳得很高是。这球，哇，一个翻网球我记得昨天我跟那个伟成哥在播的时候，这连庄的赛事里面有其中一局，光靠这样子插网球就3分。对，我有听到。球迷说我对三大球员不熟，我还真不熟所以麻烦给我一点容错的空间刚刚有把名字念错，真的相当不，难怪大家有人说我不专业。哇，这个球单举好球，漂亮。
那连庄这边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毕竟现在小高加入到连庄的阵容里面，但是我想对他最大的磨练并不是攻击，而是接发球。你现在站到这个球队里面的4号位的主攻大位的时候，你必须要贡献的就是接发球队的接发。刚刚这个球庄子霖的整个发球稍微急了一点点啊，急了一点点。3比2，石朗的发球。有哦，陈恩德这个球打点有拉高啊。那这2天其实尽管才对3大有胜来讲，这才是第1周的赛程，可是陈恩德的状况已经调得相当不错了哦。邱老师刚刚也跟我聊了，这3他自己也看说，在暑假他们在日本的一地跟整个竞技来的时候状况都很好，可是没有实战，又冷的1个月，就又要再调一遍。是。哇，这还是给的位置的问题。对，给的太低了哦。以吕江耀凯的起跳的高度来说，其实可以大胆的送球给他。好，这个球连庄来挑战，看但到底有没有碰到啊？这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对这个你自己的队友的印象应该的高度跟实际的高度，有时候会有一点落差了啊。而且有时候在教练团比较大胆的去做调度，比较多元的情况之下其实攻击手一直在换，那举球员就要马上去因应到说每个人的起跳高度或是他的开网程度会有所不同，你自己要去做调整。手指有动一下哦，有哦，这球是挑战成功，有 touch。好，男生的比赛有的时候那个速度更快，那挑战可能尤其在那种高空作战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手指头的抖动啊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啊。哇，这个顿蹬一下，4号位的空间完全拉出来啊！对，很漂亮。刚刚陈介廷其实有做一个小晃动的一个动作，马上就让这个对面的快攻手跟着起跳。这我蛮喜欢看那个顿蹬的感觉哈。对，4比4。这其实我们之前在当举球员训练的时候，自己也会要加上一些身体的律动，那些都是帮助你的攻击手做一个掩护。好，今天的目标是攻击到2楼的第10排，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攻击到2楼的第15排。这是排球在场馆内唯一有观众可以共同享乐的一个小乐趣了。但是打到观众席那个球不像棒球一样，请记得把球还给我们。真的。哇，吴宗轩，好球！张天这个球有刻意的想要去拦钟轩的直线，所以右手的部分呢，斜线的位置稍微有点松懈掉。有时候看我有时候一直在解读每个人的动作，可是吴宗宪的动作是一直我解读不是很清楚，就他那个手高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瞬间他的拉鲁加霸呢？因为他那个倾斜，你不觉得他有很大的一个甩背的动作？对。代表可能手腕的力量很好，对。陈恩德的状况一直是维持是稳定的5比6。碰击今天真的很抢戏啊！对，哇，这就可惜了。这张廷汉今天蛮受到，明明今天蛮受，而且真的是不离宰大不离宰大，也是一个个头不高的主攻手。还有，马古有点，这个球拖的不是很干净啊。感觉在准备要出手去做高手举球的时候，比较没有信心呢。三大有线一定要先把球接到位毕竟这个前排的拦网高度连庄是有优势那如果你不巩固自己的地波，打起来会非常辛苦。哇，这个触网会不会触得太客气了这个还没跳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触网了。那个这么讲庄泽玉这种情况是不常太想要摆臂了。
真的。啊，接的不好，再来，哇，两水。哇，这球再来，还有，再给。哇，没过，看管了，看管了。对，庄子霖刚刚被拦到之后，就是提示队友叫他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对。哇，这两边都救得漂亮，可是最后还是被天罗地网给拦了回来。对，因为你举得太低，而且又比较不够长的情况下，庄子霖只能硬打哦。嗯。啊，想要发短球，这就失误。7-9。小高放短，3个人扑下去，还是慢了一点点，球已经落地了，在先了。好，要挑战哦，要挑战球触地板。就真的就是因为连庄还是一个很稳定，毕竟2连霸啊，那所以说你在很多的动作上，你非得要做到让你的攻击手是有一点空，要不然因为没有身材的优势，你肯定会膝盖就拍垮。对。连续2天哦，连续2周了哦，我们都在台中了。那这个礼拜的整个台中的赛程结束之后，第4跟第5周我们要到苗栗。是。没有了，还是应该先碰到地板的了啊，并没有整个球在手掌上了啊。哇，那接下来2周在苗栗的部分，那个苗栗巨蛋我好久没有去了。对，我也是前一次去应该有5年 HBL 的资格赛的那个时候。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上一次在那边的时候是我在打企业5年的时候，企排5年的时候。所以你还在打球的时候？对，那时候打美津浓。我好久没有去了。哇，这球进去的太早了，哇，好球！钟轩的隐秘性就像刚刚志平哥讲，他那个除了手腕的力量非常强大之外，他那个攻击的隐秘性真的很高。你要一直到最后一刻，你才知道他选哪一个路线。好，这几个球还是一样，一点点搭配上的小瑕疵，马上让连庄得利。那7-11，现在是3大有限喊暂停。看了很多啦，我们自己输的更多了。加油！一波保护下，多讲话。这个气氛还很热闹啊，因为掺杂着邱老师的声音，大家很熟悉的声音，很熟悉。邱老师这里，我大概都看这里的教练区面秋拢无赶快。我觉得他今天比较严肃，他昨天还伴随着笑容。啊，这球抓没抓死，再一个大包也没，哎呦，差一点点啊。我这个球讲实在话，反应的速度上来讲，其实是快的啊。赖建豪在去年就开始有给他很多的角色，那他不高，可是他也算是弹速跟出手快的一个类型啊。单局被扣死，说着赖建豪建功，单人拦网把吕江耀凯给拦回来，整个起跳的点跟路线完全都有对到位哦。而且我们看到赖建豪在往上的这个高度哦，真的可以跟吕江耀凯来做抗衡哦。原地起跳拔得很快又很高啊，手也细也长。哇，这个施朗，这个施朗真的用力打的话，其实还蛮吓人的。对，他也是属于摆臂动作没有很大，但是手腕的力量很强的这种攻击手。
其实如果观众你们来现场看球，你现在就我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一直讲到钟轩，你看他在做热身的时候，他在那个甩那个球，他真的在高抛之后开始做热身，他那个手腕最后那个大黑的球，那个球嘎嘎，对，那个真的包那个球包的有够彻底的。平常做手腕的这个训练上面，应该是做的蛮多的。对，我觉得他家的苍蝇蚊子应该都不需要苍蝇拍吧，秀完是之类的哦。其实我想到是钓虾场最后要甩干的那一下，虾子再稍微引诱他一下，最后甩起来。他很忙哎，他又要在家里打苍蝇，又要去钓虾，真的是被我们讲到都已经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就是他的手腕很有特色，应该讲他的手腕真的超有特色，而且他不是只有在台湾，他打国际赛都很好用哦。哇，小高！当然这2天他的接球也是大家的针对的重点。那攻击当然是没有话讲，他的攻击可以到华丽那个等级的啊。有人问说你有跟邱泽打过球吗？我没有跟他打过气排，但是我当时在念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邱泽是在国训当兵然后我们两边的教练有时候会约友谊赛。那其实我高中时期都跟邱泽一起在练举球。你有跟他拍照吗？那个时候不太敢没有，那是我多问的。对，但是交情都很好啦，因为平常都是一起练举球，当他们要练举球，我也会跟着下去练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蛮幸福的。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整个3大有线就延续昨天的第3局，那个气跟那个整个完整度有慢慢累积起来，有那个队形，啊。尽管现在还是落后，哇，这球给的太高了哦，节奏不对。再来，这球挠影要挑战吗？看来没有没有，对。不过钟轩的刚刚那种后面的平常球这个如果时间稍微有一点点的慢了，或者是稍微高了其实就不太好出手。那个真的要配到恰到好处。钟轩的发球也是一个相当具有杀伤力的一个大炮手其实你也知道说钟轩他的球会从哪一个位置，他的旋转大概是怎么样，你都可以去做预测。但是最后球接触到你的手的时候，那个磅数真的太强了。好，现在11-16啊，那彰化3大有线稍微喊个暂停，也挫一挫对方的一个流畅度啊。我刚刚为什么在讲那个钟轩那个练球跟那个对球的那个掌握度？因为当然现在在排球场上没有那个整个转速了。是。那如果你真的去看，不管是棒球的投手的转速，还是网球的一个球的一个拿到的一个转速，超过3000，棒球投手的只有2400、2500，他的那个转速会让你觉得你看到的球跟实际接触到的那个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哇，这个球。哇！今天我看是3大有线教练有点受不了，对我了。喊了一个暂停之后，还是挡不住钟轩目前这个发球的节奏啊。那个有够尬的放软。还有修正。小高打点，好球，这球就没有硬往下垂啊。对，不过这个球应该3大有线要想办法这个防守起来，因为前排的拦网真的已经做到极致了好，要把冯敏恒给换上来。在连庄这边把柯凯杰换上来。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陈建林举球的问题他们还是现在用一些替补，想要试图来干扰这个目前钟轩的发球节奏。钟轩赛发的太顺了。好，有
成功，这是算是教练得分。这时候因为分数领先比较多哦，但现在可能也让中轩稍微休息一下。换上了宋博廷。还有，好球，成功的拦网。哇，湘北丽，湘北丽。哦，这几个球，这个火力全开啊！这个张廷翰哦，相当凶狠啊，后排打得很顺。是，哦，这个球差点打到宋博廷的脸。对，这个球真的是打得很有霸气，而且后排会飞啊，是相当不错。钟轩应该心里这个放松了一口气，好险刚把我换掉，不然这个球可能轮到我，就打到我身上。对。好，双方都接连的开始在换人了。现在林冠洲上来啊，也是要来执行一个跳发，19-13。哇！第一局一直接喷，一直接喷，一直接喷，哇！一直接喷，一直接喷，哇！这个对三大有限应该真的休息很久。对，然后林冠洲他最后发球包覆到球的瞬间呢，他自己还有做一个手腕的变化。哇，这一球拦得漂亮哎，这球真的抓得漂亮。其实这个球点有拉上去啊。哇，这个市场跳得很高哎，而且只有一个单人拦网而已哦。哇！昨天有这么夸张吗？发球没有。昨天都是比较夸张的，是连续几颗都是靠网带，就是触网之后弹过去，翻过去，对不对？哇，今天这个连庄所有的选手，只要是跳发的，好像感觉信心都不错。真的，今天好像整个这个现场的气压、气流完全是算过的哦。这有些时候就是你换人也是一个改变对方节奏的一个方法啊。因为毕竟换人有6次，然后你的暂停一局可能只有2次而已哦，所以其实有时候教练团必须要使用你的权力上面必须要做一些取舍哦，跟一些规划。好球哦！这个真的赖江豪在整个空中的感觉是对的啊。这球甩到最后还是有勾到啊！对，陈建廷也有意识到，虽然球已经接到3米线以外比较开网的状态，但是他看到赖建豪有积极的在做进位，还是很敢送给他。这个两边的发球的这个威胁性，到目前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差别哦。其实面对到连庄这样子的一个球队哦，你发球不加压，真的哦，自己是在拦网上面只是造成自己更大的压力而已。陈冠铭的发球，好球，这个都给的有够尖，好球。所以庄子颖真的比较喜欢打这种慢慢流出来，然后比较高、比较长的球啊。在这种比较边陲的攻击手，他个头不高，他也算是一个动作大的了啊。16-23。陈建廷的发球，这球过头了。24-16，现在是第一局的局点。哇，其实拦得漂亮哎啊！陈恩德可能打的时候出手还要再稍微凶着嘞啊！这一局拦网发球，连庄的表现完全压制了彰化三大有限，第一局顺利2-5-16给拿下。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办南瓜啦，就带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办，那我就办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其实这整个攻守数据看起来蛮特别的，三大有限的攻击还拿了有10分，可是重点是你看拦网跟发球，哇，
发球跟拦网总共连庄就拿了10分啊，是。那靠着对方失误再拿7分，那所以说光有一个攻击的火力，其实对三大有限是完全不够，没有错，不够。而且刚刚志平哥有提到那三大有限这边的攻击手不要打的，除了你自己路线上面要打的更多变化之外，有时候你不要想说这个球打过去就一定稳得分的，稍微要观察一下拦网他们是怎么跳、怎么布阵，然后我哪个路线可以去做发挥对，因为陈恩德感觉上就是前一天打的应该蛮顺的，所以今天在去关兜，他认为应该没问题，后来都被拦死所以这可能要再思考一下。中间的快攻被拦回来，第二波是不是拉4号？没错，陈恩德。哎呦，真的要再想一下，陈恩德这个又被拦死了，因为毕竟你现在前排的对手是吕江豪凯196，又有高度又有经验，一怕斜线够给有口气，左手包死死的。我真正是博家后人家哈。这球稍微棒速。节奏改变一下，效果有。那吕江凯的这个球这个手型也没有做得很扎实啊。1比1。施朗真的是看哪打哪。对，4楼打下来的。真的。施朗的发球2比1。是不是越界？越中线，越中线应该是越中线刚起跳的时候，最后落地的那一下，因为毕竟冲力还在走所以其实有时候刹不住车啊。哇，这一局你还是看到，现在真的对彰化三大有限那个举球的位置要算得更准一点施朗的跳发出界，其实再怎么讲，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连庄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队形而且他们的举球，因为太多攻击手可以得分，所以你可以更大胆的去做配球，然后可以尝试不同的战术。好球！哇，中轩这个球都觉得网子好疼啊！而且中轩也很有经验因为这种球很快速。他也看到说中间手其实来不及并位，所以他就往斜线的地方打。好，打一个时间差。那一样的道理，就现在整个灵活度来讲，三大有限必须要开始有一些跑动移位了你面对到这样高大拦网，除了用你的这个战术变化之外，你自己攻击手要做更多的这个位移或内切啊，或者是往外延伸这种东西都要去尝试啊。哇，这球绕高去，有空档有出来了，陈恩德好球，大量这球要退也来不及了。哇，这个球陈杰林也掉到完全没有人拦网，对，空门啊。小高应该是也有晃神一下，然后忘了后排还有一支陈恩德啊。哇，给谁又拉就又，哇，这个守得漂亮。哇，是修正的漂亮。那对中轩来讲，这个出手也没问题。哇，不过连庄要稍微可能沟通一下，已经连续2颗出现这样的一个沟通失误的状况。又轮到了吴宗轩的发球。还是没接好，这个球已经算起来没有那么大的磅数了，带的比较重的侧旋这真的讲也是拉布告后就这个严肃度有比第一局再更提升这个三大有限的球员要注意一下哇，一样哇，这个球当然比较勉强了哇，真的每次到中轩的整个发球都射没过啊。对，教练团这边可能要开始思考怎么样来干扰中轩了。
哎呦，差一点点啊，没有过。5-7。好，守得漂亮，再来。哇，太长，给过头了。这其实你可以看，就还是一个比较简单，就是在搭配上就差那么一点点哦。所以说也让攻击手在整个攻击上那个节奏感比较不好建立啊，比较不好建立。而且有时候你球太高或太长的时候，其实攻击手如果太早出发，他会顿了一下，所以顿了一下之后，他其实那个攻击的那个冲击动力就没有办法出来。打板奖，台中银行加1分。哇，这个包球真的是个学，哎，看到邱老师笑了哦，真的是。8-6。哎，今天就没有像昨天那么幸运，这2个球都是触到网子之后给弹了回来啊。好，这个守住，好球，好球！哦，这球拉得够开哦。对，而且庄子霖真的是4号位攻击手里面哦，算是非常会运用球的流动来做出手的攻击手。哇，这球真的流到最后了哈。他的身体跟着球一起流出去，然后在最后那个点再出手，而且他在空中是整个身体已经是倾斜的状态。对啊，这球在整个出手上还是没掌握到啊，陈玉玲。在落后的情况下，你的发球要更谨慎。9-8。有，还是一样，还是有一点这种个人的移位往外切的一个动作。不过这个球怎么了？庄子霖裁判2裁这边是觉得说球还没有落地前，庄子霖先触网了。好，现在彰化3大有限要来挑战，因为这个球有点包一半啊，所以说整个轨迹上来是比较慢一点哦。现在也要来看说，刚刚庄子霖落地的时候，这个起跳下降的时候，他到底是触到外侧的球网还是内侧的球网啊？哎，弟弟是谁的球迷啊？庄子霖吗？对，庄子霖。我到底是妈妈是庄子霖的球还是弟弟啊？应该全家都是吧。不过你看镜头这么多，下次大家就你想要跟谁表白，对，你就自己做了，还是就带来啊，反正就是基本上一定会留下一个呈堂啊，没有了，留下一个好的记录了，好的回忆了啊。那么不见得一定要球员哦，对啊，不见得要球员。好，到底目前状况到底是怎样？因为刚刚那个状况就是那个时间序的先后变得很重要啊。有啦，下来就很明显啦，相当明显。不过我觉得，哦，对，这个画面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同步。对啦，先触到网球才落地了，是，对，先触到网球，这个就很清楚啊，这很清楚。10-8。好球哦，这个守得漂亮。是上家话吹了，他亮。阿亮也一直鼓励，虽然在场外也一直鼓励他的队友要敢打一点。大家不要忘记，昨天张云亮是有得分的、哦。真的。赛后访问他也稍微描述了一下那个时刻的心情。
哎，这个顶起来，没有人卡吧？稍微慢了一下下。我讲在自由球员要得分真的不容易，对，真的很少见。对对对。哇，发了一个 moonball， 还是有他的效啊！过头啦，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送了一个大辣包给吴宗轩。就是我们刚刚讲从第一局到现在，就是说彰化三大有些那些细节啦，都是细节的问题啦。第一局的数据里面，他们光失误就让连庄那边得到了7分哦，所以他们失误的这个掌握度还有真的需要自己去控制一下。嗯。哇，又是接球，又被大包，吕江耀凯。哇，现在连庄会不会觉得肚子有点胀啊？吃太多肉包了，真的。不，真的细节啦，因为你好不容易就是分数慢慢追进，你这样那嘎迪戈嘎分数一下就要被对方拿4分了。好，现在换人把这个吴国强给换上来，这比较可惜哦。至少我觉得这一局三大有现在比赛到目前为止前段都有把分数咬住。嗯。好球好球哦！这球真的在空中等很久啊。庄子林也是真的要给他比较足够的时间去酝酿啊。好，现在连庄把举球换成柯凯杰。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其实这个球给吕江耀凯的球，也让他有一点点挤压到。呀，对。这他好像忘记了，这个队友其实跳很高，跳相当高。14比10。有，撇掉，撇直线。开始有在思考哦，面对到这个篮网完全包住你的路线的时候，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够得分呢？哇，阿亮有防备，修正换边，吴宗轩，哇，再来，哇，可惜一点哦，就直接想要做鱼药，应该可以再多跑个几步，应该有机会可以勾回来。好，连庄在此刻再次换人，把施宗玉给换上来。好像又是一个平拉开的一个战术啊，也让国强这个赛季目前看到吴国强是从板凳出发啊，那其实上个赛季他是在先发的主攻手的一个职位哦。节奏对，直接扣；节奏差一点点，直接压都行。这个球得分的感觉起来有点轻松，真的是自用送礼2相宜啊！又轮到了吴宗轩的发球，今天发球就拿了3分，这轮也是三大有线必须要注意的。这球要给谁呀？不清楚啊。不过界内我讲出来，这个球真的要给谁是不清楚的。到目前为止，施朗在面对这种后排老二的这个球，好像跟举球员没有沟通好，还是说有时候他举给他，施朗会有点吓到的感觉。这阵子还是让彰化三大有线一些小地方的细节没能够做好。12比17，赶紧再喊一个暂停啊！
这到目前只能够说彰化365先给对手的那个压力不够，所以说也让你看就有几个球打起来，连庄打得有点轻松，对很像在练那个自由攻击的感觉。对，那这样他就不会失误。好球顶住！哇，这个球没有高度，不够没有高度，对，不够长，不够长。哇，你看有的时候，你看国外的比赛，你看那些大长人在做修正，哇，那个真的整个飞越太平洋又高又长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人又高，你一定要修得更高。哇，又被吴宗轩骗了。已经是连续2个都放短哦，庄子琳的脚步还是没有跟上，因为这种下坠球，它的特性就是它随着飞行的距离越长，它其实那个角度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其实接这种球，你要一直往前哦。哦，还好，最后一刻放掉，这球出界。好，跟第一局一样，目前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让钟轩也稍微下来休息一下。呀，再把宋博廷给换上来。因为其实对钟轩来说，今天发球的这个质量这么高，然后又要负责攻击，所以其实体力的消耗上面一定会比较大。这个球到底要接还是要放？吃了一球，我以为你们已经忘记我了，想不到你们还记得我在。好，自己丢的分自己补回来。这个球就有所准备了哦。20-14，好，现在连庄再是把前一轮在第一局也是换上来，直接得分发球得分的林冠洲，再给换上来。哇，这个转到哪去了？哇，这个陈恩德这一球自己想太多了，太可惜了。这个空间已经清出来，而且施朗跟这个前排的汪炳勋过来并位拦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奇怪，我一直到现在觉得彰化365现在到目前感觉上那个全部的这个机器的螺丝哦，好像有哪几颗只锁了差不多90%，就是有一个地方没有完全拴紧，对不对？可是你又觉得那一只起子好像在邱老师的手上。对，邱老师赶快帮你把你的子弟兵的这个螺丝锁紧、拴紧。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由邱老师站在场边指导的时候，对他现在都坐着，没有高度，没有高度，又被抓回来，没办法，这个没搭配起来。不，因为你的分数一直没办法追上，所以你就让连庄打的就有这样的小失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因为你看这机会点你自己又失误了啊，就是说你没有干扰到连庄他们就是稳扎稳打，对，然后你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挑战。22-16，陈冠明也是换上来发球。给球有点短，没有碰到反倒，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收获。不过判定上是有 touch 吗？可是这个球应该没办法来挑战。对啊，这怎么挑战？对，因为这是后排防守。对，有没有触球？身体有没有触球？你要挑战应该是只能挑战拦网者有没有触球而已啊。对，所以这一分是3大有限的。对。
好球，好球，点瞄的相当的准啊！这个球黄千训哦，在出手的时候虽然有点短，但是还是找到一个斜线可以出手的空间啊。这个球真的是打那种爆发力啊，蹦起来的速度相当的快。这如果出手速度再慢一拍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好打呀。这时候三代我先把钟炳化也换上来，好球。就队长很有意思啊！你看到庄子宁的攻击，你就给他节奏慢一点点，那他都有办法找到那个旁啊。对，很会去观察这个拦网的手的位置啦，或者是说到底哪一个路线可以去做进攻啊。哇！可是说着说，刚才帮他说好话，他就马上失误。我觉得这三代有现在今天哦，感觉那个火快要烧起来，结果自己又浇了一盆水这样。而且那个水还是带有水枪的，直接喷洗哦，不是只有浇洗的，直接把它喷掉哦。好，3分再给拿下来。所以说，就是说，当你这样的状况，你就对手看在眼里就发觉啊，不要给你，他给你当一的过出歹子。对。所以就是给对手真的威胁性不够啊，威胁性不够。好，现在再把陈一安给换上来。啊，这球等的稍微久了一点点啊，可以再稍微哦出去的那速度再快一点，球速要再快一点啊，就掉那点球的，手背还得精彩来，或者看多一点。所以有的时候这已经玩到这种阶段，就是说你那个出去的那个球速要够哦。打长线，这球有哦。好，这一局。严庄25-20，再下一城，局数2-0。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来看连庄跟彰化三代有线这第2局的情况。虽然说三代有线慢慢有起色，不过讲实话真的不够啊。那在整个攻击，其实这些都是还 OK， 12分。可是重点是，你看整个的拦网跟关键时刻的一个失误，就是你给对方的压力，那个逻辑有点像是你彰化三代有线得2分，可是得2分之后你就会再丢个1分，那等于就是你自动的状况多的时候。你对连庄来讲，就反正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子，要顺顺的打。那到后头一定会我先到25，没有压力啊。三大有线这边自己球员一定要想尽办法打得更有企图心一点。是，而且重点是不能失误啊，那个密度要增加啊。好，进入到第3局。可以报。哇，这真的是完全没有守的机会啊！而且起跳的时间也比较早一点，但是制空能力是没有问题哦。球一送来，马上做出手。你看那个自由球员庄义祥很想要救，发觉在我前面1米半已经落地，我只有感受到那个地板的余温，没有看到球。还颜色，尾巴来一个平行快撇掉。哦，这个球大界很敢举哦。1比1，吴国强。哇，又是吕江耀凯。那个节奏如果对，接球接到吕江耀凯的破坏力，会让后面连庄会打得更轻松啊。而且你快攻打开之后，后面可以运用的战术就会比较多了这球可惜了，没有戳过去。这可能要跟钟轩请教一下哦，看这种球要怎么发。2比2。小高这个接球会让队友踹一弹这个接球有点可怕。重点是他最后还没有打进，真的。哎呦，这是哪招啊？哇，这个球真的是虚攻虚的太真实了。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有点太高了，这叫高啊！对，而且钟轩应该只有摸到他的指，对，就是第一指节而已吧？对，这应该真的是一个 miss， 可是重点是让钟轩很有艺术的给他给救了回来，把他美化了。
还有，哇，庄方这几球打得很花俏。哎，小高在想什么？哇，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位置的判断，所以这个球打得太直了，碰到了标志杆，整个空间、球的距离、球的高度都没有掌握好。嗯。哦，这球举的还是节奏不对，节奏一不对，这个获利的就是彰化三大有限。不错，这一局继续保持哦，你要持续的给连庄更多的这个阻碍跟压力啊。在空中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做出手。吴宗轩的发球来了，好，这个接得不错。哇，这球当然呢还是稍微贴网了一点啊，稍微贴网了一点。不过庄子麟有想要打一个凹塞印的大斜线，然后只能说汪秉勋这个左手并位过来的时候，左手的手的位置放得太好了。哇，还是到了第3局发出来是质量很高啊，还是很杀。哦，还是很杀啊！这个钟轩，你看他在发完球之后，整个等在那个3米线后面那边，哦，真的完全是要狠狠的 K 啊！这后面的老三打得真顺，哇，天哪！挡不住，挡不住！啊，真的是每一局都被他这样子并给我，这样子真的就整个士气就真的被打垮了。彰化三大有限喊暂停，目前是7比5，那彰化三大有限是2分落后啊。好看现在谁接球，现在完全接球的要把角色给做一个调整哦。好球！哦，这个手的漂亮。哎呦，小高打人呐！哇，这个球波包掉。对，我觉得这一局小高他稍微这个自己攻击的动作也好，节奏也好都跑掉了，自己想办法要调整一下。我觉得他打得有点嗨了啊，打得有点嗨。不过以刚刚那个 play 来说，真的最亏的是连庄，因为其实连庄防守起来，然后你还有攻击的机会，而且你如果得分的话，可以让钟轩继续发。对，而且刚刚那个球其实做得不错。对，哇，钟轩这球就太轻松了。哇，直线的空档很大。哇，守得漂亮，守得漂亮，好球哇！这球拍拍手，哇，这球漂亮，这是到目前为止彰化三大有限攻守转换最漂亮的一分，很漂亮的一个防守反击啊！好，你觉得施朗是这样生气了？对。
而且他刚刚那个 play 被接起来，他应该自己稍微有点不太爽。对，因为他前一个只是拉高打点，没有很用力，不过当然也已经有7、8成了啊。那后来被守起来，就觉得哇，这来个催泪。好，把他叫，打长，吴国强的标准动作，好球。这一局当中到目前的整个队形跟合理性，你看到彰化3道线慢慢在往上升啊。哇，陈介廷这下有吹哦，对他从第一局开始就一直想要发球加压，但是好像没有调整好这样的一个轨迹啊。哇，好球，好球！这就是很清楚知道他队友的特性。所以这个球感觉上好像觉得做的有点高，可是因为讲实在话，赖建豪是跟得到的。对，在空中的这个转体做得很漂亮。就你就是多留那么一点点一颗球的空间，让他去转体就对了。好球！哇，太低了，太低了，太低了啊！其实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问题，你要留一点空间，让你的队友的天分跟他的能耐能够发挥。哇，这个失误现在分数追上了10比10。这讲在男生的比赛就是要看这种东西，然后就是狠狠的把它给吹下去。哇，施良刚那个被拦，你看这个球打点多高啊！这个发球就完全是，对他今天发球都不在状况内。对，连统叹了一下。11比11。好球，漂亮！哇，一样，钟轩不开心了。我刚看陈介廷已经完全冲进去，想要跟他硬碰硬哦，但是只能说钟轩这个落点打得更前面。哇，手腕这样对，手腕刀一下而已，真的手腕刀一下而已。然后那个落地的那感觉，好像是我们这种锤子锤下去的感觉。对。你看正常的打法，那个撇的方式应该像庄子林这样，你就在那个手腕甩啊，最后那个手腕跟手臂小臂的甩动。可是吴宗宪几乎没有什么小臂的甩动。庄子林的攻击已经运用到不只是手臂，然后还有身体前倾的力量，对，你才有办法打出那个力道。可是钟轩真的太轻松了。OK， 可以压缩速度。不，我真的建议就是这个各大生物力学中心应该真的把钟轩请过去了，不是抓过去，请过去，稍微对他的身体结构跟出手各方面去做一点那个物理力学的一个探讨，很特别啊。最后裁判是改判哦，这个球是刚刚庄子林的攻击是 touch out。没办法，抓不回来了。对，这一局真的小高打得比较亢奋，可是稍微在空中都留得久了一点。如果他的出手再快一点，这个球一点机会都没有哦。哇，又是到这个魔鬼轮，真的，又是这一轮，三大有线要注意，看能不能一波就轮转。我懂，今天完全没办法。这个导播可以配合一下那个黄教练，对黄教练那个表情。哇，
小高这个拦网拦的真是霸气啊！对，哇，飞上去第一时间抓的死死的，单扣后排啊！其实连庄也很清楚哦，这一轮为了要让中轩的发球能够延续，所以他们在拦网跟防守上面一定会更积极的去做布防跟布拦。嗯。松饼花这次换上来啊，是这一轮他们不会轻易的让三大有线这边来得分呢。这球过头。哇，他现在你看哦，这真的是中轩现在这几轮发球最起码都是3颗啊。是。好球啊！这球可惜呀、庄子颖的防守习惯了，他很喜欢直接先做地板动作，应该多跑2步，对不对？对。先去跑，让你跟球的距离近，你就不见得一定要扑，对不对？而且你守后排中的这个哦，有时候你要去看到你拦网的这个位置，然后你自己脚步一定要更灵活一点。嗯。哇，这球是拦网在界内，在界内。现在是彰化三大有线要来挑战的是硬澳。这球赛真的是在对抗的是大家的心理，对抗的是这个彼此的压力。那为什么今天连庄的发球会这么顺？也一方面是真的是压力没那么大，是就代表你给他的压力不够，那他就动作做起来就变得比较流畅啊。好，刚刚这一球直接被拦下来，可是到底是有没有在界内？有没有在界内啊？导播其实很辛苦，导播为了对不对？这样挑战的时候，大家不要太干，所以他必须要一直找人。是。有没有在界内嘞？这球哇，压线，挑战失败。我们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才来讲哦，这一站的失线老师、裁判老师是这个最精准的哦，到目前为止最精准。昨天有10个挑战，只成功1颗。嗯。哦，漂亮，守得漂亮。哇，穿过去，吴国强。吴国强最后出手的时候，搭配这个邱姐的怒吼哦，真的更有气势的。14-17。好球，守得漂亮，可以打，庄子玲。阿亮也没话讲。哇，这个球其实有一些时候像师长这样的，你在后排中的防守，你可能要再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对不对？因为喷太远了。因为你也知道连庄的这个打点很高哦，所以大部分拦到之后，他不会直接回去，他可能又是喷得更远哦，所以你在拦网后排中的这个站位上面，自己要做调整。在外面整个重心下去扑出去之后，就真的已经来不及了。陈冠铭这个腰的角度，这个有点折腰的感觉。哇，要小心，要小心。后排林冠洲打的长线可惜了啊！这球出界，哇，分数让三大有线追上来哦，17-18。啊，对，16-18。分数还没有在一个很完全掌握度很高的一个情况下，连庄自己要小心啊。
好球，好球！李江浩凯的中间，对位到了，但是手应该可以再更弹一点。嗯。好，现在连庄在举球的部分换上柯凯杰。低了，这个就有点勉强啊，低了，对。因为举球的位置已经到了有一点点接近这个快攻手后方的相对位置哦，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角度哦。哦，你不听到那个声音很饱满，霸气啊！哎呦，真的是。哦，还有阿亮够厚啊！不，阿亮还是有闭眼睛，还是有闭眼。那个那个球这样过来，你真的蛮斜错。这个很少人不会不闭眼睛吧？真的。有时候最怕就是那个球要炫不炫的哈，你就是第一个你要接很难接，很容易被喷走，就有的时候它就像那个蝴蝶球一样。哇，今天大家发球是怎么了？哇，调整的一整场的施朗的发球，最后让他找到感觉，发的这个 S 球非常漂亮啊！好，现在彰化三代有线再喊一个暂停啊，17-22。今天连庄的这个替补非常多哦，那也让所有的选手都已经上场过了。好，施宗义上来，那另外宋博廷也上来啊，施朗要继续发。在空中一直不断的去观察施宗义的手啊。好，现在彰化三代现在要换人，要把1号的林宇义啊给换上来。哦，出手很快啊！对，林冠洲好球。哦，也是跳得相当的高啊！施宗义的发球，23-18。还有勾得回来吗？勾得回来吗？有哎！刚刚他应该不要回来，站在那边等着。跑回来，然后结果球又到他的后面。哇，其实这种后勾球，除了你本身的球感要够之外，还要用你的腰力要很好。对，19-23。啊，没勾到，还是要脚要先跑，要先动呀，不能太早就想要扑下去啊。好，24-19，宋博廷。
看他的表情，应该是想要用强力跳发直接结束，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太早进去了，完全没有助跑。对，还有。他这样，费了很多的力量哦，终于拿到这一分了。真是费了9牛2虎的之力啊！好不容易再添一分，20比24。张廷翰的发球，林冠洲关键时刻这一分拿到，25-20，3局买单。也恭喜连庄拿下今年的第4场的胜利。那对彰化三大有限的开仗还要再等等啊，休息一下再回来。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
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Pas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core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赛后的访问把这个冠州还有吕江豪还有我们的教练请到现场。其实我想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教练2周不在？听说去教招，对不对？教招都在干嘛？教招就行军啊，然后打靶。在哪里行军啊？就是在就是走路上啊，到底在路上走。哦，真的有出去行军哦，就全副武装这样。啊，不需要剪头发嘛？不用。啊，真的打靶？真的打靶。OK， 所以就这样住在整个这个营区里面2个礼拜这样。对。那有机会聊排球吗？没有，因为就是我的这个工作比较特殊啊，对吧？在里面是比较特殊，比较特殊的。哦，对。所以你是情报啊？没有。好，那既然特殊，我们就不多问了。我们跟冠州聊一下，你的角色一直在整个球队这种关键时刻就要发球的时候，第一个就上来。那后半段也有更多的进攻机会。这感觉起来，这样的角色要维持那个好的状态，怎么样去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能够随时备战这样？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扮演候补的角色，我觉得比先发还要来得重要，就是要即刻救援，对，就是要马上进入状况，然后帮助球队拿下胜利。然后我觉得这也是要靠自己心理上跟技术上要去做一个调整，对，然后就是有什么帮助吗？我想一下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帮助，就练啊，然后就是把握上场每一颗球，对啊，这样。那所以说，像比如说你的角色，尤其在发球的时候，那基本上像那种时间换你上去，你第一个对方就球队就希望你是要给对方更大的冲击，是，所以你一定要维持更高的发球进球率。是，所以平常练球是不是发球这块也会练得特别多？哦，对，就是平常训练就是会。就特别注重发球啊，还有接发球跟守备，这样这几个部分。其实有时候看到你这表现好，其实后面就有更多的攻击机会。今天也这个4号位也打了相当多精彩的一个，看起来是跳的是相当的可怕的这个球员。李江豪凯今年的整个状况，其实我们在前几次每次跟年终聊，就整个比如快攻的搭配啦、举球搭配，可是看你目前的整个状况看起来，就你们的整个搭配是不是越来越顺了，对不对？是，就是现在跟举球员快攻上的搭配，可能我们还会再调整一下，但是状况是会越来越好了。然后主要是说今年的目标，我自己也期许目标，就是说帮助球队在拦网上的方面就是做得更好。就可能说因为攻击还需要再调整，但是拦网这东西是个人的技术部分，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可能就着重在拦网上比较多一点。有你讲到这，今天你在整个拦网上确实抓了不少球，所以说也真的有在这个部分刻意的是让自己要在这个强项上要能够更有一些把握度就对了。对，就是因为攻击的部分可能没办法说成功率很高，那我就着重在其他地方，在拦网上我把拦网的成功率，或者说阻挡对方的攻击的成功率拉高一些，然后让我们的后面的防守去更好去做应对。
对，我想这个720年各队都在调整，因为阵容都有一些改变啦，所以我想对教练团也好，球员来讲都需要一点时间去慢慢把这个新的阵容给调整到一个最完善的一个境界。好，后面还是继续看你们的好表现啊！谢谢3位，我们再把时间交给红星。好，那今天这场球赛先恭喜连庄以3-0获胜哦。那看到今天这场内容，其实整个球赛的节奏非常的快哦，3-0很快就结束。那我觉得三大有线这边呢，虽然是开季的第2场哦，那已经进入到第2场了，我想要找感觉，这个应该不是他们的一个理由跟借口了哦，所以自己想尽办法要赶快进入到比赛的强度跟状况。那特别我们今天看到他们有很多在追分的时候、领先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有效的保持住这个得分的机会哦，那让连庄等于说是说稍微比较轻松一点。那连庄这边其实还是维持昨天高档的一个表现，包含说中轩的攻击。那今天他的发球真的没话说，你在一局里面大概如果你能够帮助球队拿了5分哦，所以就算失了1分，你其实还赚了4分。那这一局的赛果其实很快就会定掉了。其实有时候看到就是说那个气氛是会感染的。你像今天中轩的发球很好，又大家打得没压力，你就发觉每个发球到后来越来越大门，还越来越稳哦。对，就是那个整个气氛的营造，就是说当有队友好的时候，感染了之后，大家就慢慢都全部都提升上来。是，而且我们以后如果遇到说你正中也好，或者是说你的对手也好，有一个这么强力跳发的，当然你跟他同队的人，你就想尽办法要维持住那一轮的这个得分。哦，你让你的主要的发球员可以继续的发球。那对手来说的话，一定要想尽办法赶快得分，赶快让他轮转。呀，所以说讲实在话，在随时的对抗当中，接球这个项目永远是怎么练、怎么修都还不够，都要持续精进的部分哦。好，我们今天也恭喜连庄，在开季现在算是取得一个4连胜，那三大有线继续努力。接下来，云林美俊龙将跟桃园台湾产险进行今年的第2度的交手。前一次的交手，桃园台湾产险被修理的蛮惨，是最近刘玉玲跟这个林锦龙又有点可怕啊，所以说到底这一场比赛会怎么样呢？还蛮值得期待。今天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红青，谢谢，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气牌再见，拜拜。拜拜。